My nickname is Mina. I'm born on February the 1st and I'm Aquarius. My spirit animal is a mermaid and a cat. Believe in magic. 大频道赢大吉，一个19岁的少女美妆穿搭博主被热心网友发现，作品中多次出现了异常举动、惊恐的表情和身上的淤青，都预示她处在危险之中。今天我们就来回顾一个曾登上热搜、在网络轰动一时的拯救网红事件。故事的主角名叫马瑞娜·乔伊斯，是一个住在英国伦敦北部富人区的 YouTube 美妆博主。她从2012年就开始在平台上发布内容，从作品中可以感觉到她是一个很有亲和力的女孩，凭借青春靓丽的形象和一些实用的内容分享，深得观众喜爱。在几年中就收获了60多万粉丝的订阅。2016年，19岁的马瑞娜向粉丝宣布自己有了男朋友，但从这之后开始，关注马瑞娜多年的老粉丝们就发现，她此后新上传的内容开始变得很不正常。以前的马瑞娜面对镜头自然大方，语气温和，后来她说话语速快到就像一个没有感情的读词机器，而且眨眼的频率也非常快，整个视频不自然到让人感觉像是在被人操纵之下拍摄的。那粉丝们马上开始留言去询问是不是出现了什么问题。那随着时间流逝，这种担忧不断加重，他们猜测呢主要分为2种：第一，怀疑她是不是嗑药了；第二，是否遭到了某人的虐待或者是某种压迫。但是马瑞娜并没有给出任何回复，随后的内容再次引起了所有粉丝的注意。那马瑞娜上传了一个关于约会穿搭创意的视频，这次她分享了一些裙子期间还换了一套衣服。这内容乍一看没有什么特别，可细心的网友发现呢，在视频的第13秒左右，她好像用很小的声音说了 "Help me"。 This is the dress that I'm wearing. 那很多观众都发现了这个细节，因为声音太小无法确定，所以不止一个人看完后呢发表评论来确认情况。细心的粉丝们在视频中还发现了奇怪的地方，左边的角落先是出现了一张类似卡片的东西，然后又出现了一根手指，而从手指的动作来看，像是在指挥马瑞娜做动作，命令她站在固定的地方。那在把全片仔细看了几遍之后，人们发现了更多的疑点。他的手臂上竟然出现了许多淤青，好像是被人打过。当他转过来看到镜头之外，脸上有明显的由开心转为惊恐、害怕又恢复正常的表情变化。那他说话感觉很不自然，像是在念稿子。镜头后面的人是谁？难道说他是被人控制，身处险境吗？莫非是有人逼他录制节目？那这些内容出现之后呢，粉丝们全都为马瑞娜的安危感到担忧。有人在评论里问他一切都还好吗？他回复说很好，但很快又追加了一条回复说不好。有人出主意说，下次录制的时候给大家一些暗号如果你不安全，就涂一个深色的唇膏，或者是用手比一个心形结果可以看到，他会经常做出用双手画心的手势。在一期名为《亲爱的未来的我》视频中画面上看没有什么问题，马瑞娜还朗诵文章，给自己配了话外音。那诡异就在她所朗诵的内容全都是关于恐惧的话题。她的一些照片中可以看到一些很特别的手势，经查询呢，这个手势就代表着可怕和恐惧。那有一次回答粉丝提问你穿着什么袜子的时候，她试图跳起来给人展示一下，结果影片中却传来了铁链晃动的声音。I can't jump and show you. I just tried really hard. 直到最后，人们也没看到她穿着什么袜子，那看上去是没有办法把腿抬高，也可能是因为她的脚踝正在被铁链束缚。那异常的元素越来越多，粉丝在她的一个美妆影片中，从一闪而过的镜头发现了一支猎枪。19岁的少女房间内怎么会有一支枪呢？这成为了网友认为她被绑架的又一个重要证据。一时间，很多人开始呼吁大家关心一下马瑞娜的安全，各种猜测接踵而来，猜测她是否是被人绑架了有人逼迫她拍摄，对她使用了暴力。真爱粉丝也在网上表示，马瑞娜这几个月的表现太奇怪，有时候会重复自己说的话，有时候看起来差点就要哭出来了。在他们不断的动员之下，甚至把这件事呢推上了热搜，一个围绕着她的话题标签拯救马瑞娜迅速扩散到了世界各地。那许多网友都特别担心她的安危。
人们在这个话题下踊跃分析她的精神状况和英国的国内形势，以及各种各样的猜测。所有人都进入马瑞娜的频道寻找蛛丝马迹。那有种说法是她几个月前就被绑架了。现在大家看到的内容都是提前录制好的。有了男友之后就开始变得异常，所以被男朋友绑架控制的几率很大。短短几天，那全网就掀起了一股营救马瑞娜的风潮，因为涉及范围太广参与人数众多。这次马瑞娜并没有选择沉默。2016年7月16日，她上传了一个问答视频，来解释最近所有人关心的问题。她说自己很好没有任何变化，还是原来的那个马瑞娜。手上的淤青是在户外爬山的时候摔的，只不过最近事情太多，感到很疲惫而已。但是说到一半的时候，马瑞娜突然停顿下来，看向画面之外，惊恐的眼神又再一次出现。这个表情好像是有人在提醒她话太多了，于是她很快的就结束了视频。为了知道画面外的人是谁，网友们在她的视频中捕捉每一个瞬间，甚至放大画面看她的瞳孔，似乎可以看到瞳孔中反射出一个戴着滑雪面具的人。而就在视频发布后的几个小时，马瑞娜突然在自己的社交平台上写了这样一句话 ：Hope everyone likes pancakes。希望大家都喜欢吃松饼。所有人不理解他为什么无缘无故的发了这样一句，但是网友把单词的第一个字母组合在一起，就出现了 help。这或许又是一个求救信号，说明他此前的解释都是被迫的。然而几分钟之后，马瑞娜就把这句话删除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他又发布了另一条动态，说自己很好，请大家放心。大家这么关心自己，非常感动。人们认为这依然是他在被迫的情况下报平安。还有人猜测前两个单词 this is 就是在暗示某恐怖组织，而这个猜想竟然还和后面的事情有所关联。7月26日这天早上6点52分，马瑞娜出人意料地发了一条动态，让大家早上6点半一起到伦敦的贝斯纳尔格林的 party 现场见她并建议大家带上朋友以免孤单。而他所提到的那个活动真正的举办时间是8月3日，也就是说，要么他是记错了时间，要么就是他故意让大家发现自己行为有异常。网友们查了一下他说的贝斯纳尔格林，发现1943年的时候有173人在那里遇害，于是所有人的反应都是一样的，千万不能去，这肯定是一个陷阱。最合理的解释就是恐怖分子逼迫他号召所有人一起到那儿，然后像慕尼黑枪击案一样一起杀掉。虽然这个事情搞得人心惶惶，然而还是有些胆大的网友真的准时去了贝斯纳尔格林。随后发了动态说，这里静悄悄的，既没有马瑞娜，也没有恐怖分子。那恐怖分子聚众袭击的嫌疑算是就此解除了，但关于马瑞娜被绑架的怀疑仍然存在。大家在网上闹出的动静逐渐惊动了警方。就在他6点52分发完动态后不久，当地警方就在10点半也发了一条动态，表示说他们已经去过马瑞娜家里确认情况，她是平安无事的。那之后，马瑞娜先后通过博客和网络直播证明自己安全，并且让大家不要去8月3日的狂欢，因为不想让大家处于危险之中。他人没事没有人绑架他，逼迫他，问题不大，没有嗑药，猎枪只是一把气枪而已。总之一切安好，要大家不要担心。他在别的平台上的直播也说了差不多的内容。可事情并没有像他嘴上说的这么简单，因为在直播的时候，网友又发现了异常。马瑞娜的口齿不清，而且还是时常看着外面。有网友说，如果处于危险中就拍拍手，他拍了；又有网友说，如果他身处危险就拨一拨头发，他也做了，还多次用手画出一个心形。在一次咳嗽的时候，还顺带发出了 "Help me" 的声音。I really love you. 他脸上画的2条蓝线又引起了人们的怀疑，因为这是安全中心设定的遭受暴力受害者的求救标志。在另一个直播中，粉丝在评论中询问为什么他的视频里有铁链的声音。那马瑞娜马上用今天天气真好来转移了话题。随后在他带粉丝参观自己房间的时候，那眼睛不停地向右前方瞟去，那表情又开始变得慌张，还出现了前言不搭后语的情况。I'm scared now because people are saying I'm not scared at all. Yeah, this is my bedroom. Okay.
在最后的画面中还出现了一个求救信号，背景有个 Help me 的字样。又一个平台的回应中，可以看到它的后面有2个亮光，而且过程中马瑞娜似乎很在意后面的情况。有网友把亮度调到最大，竟然模糊看到了一个戴着面具的人脸。所以嫌疑还是没有解除，该担心的人还是非常担心，觉得这一切都是绑架者的把戏。女孩依然身处危险之中，她的家人朋友可能都是帮凶，那些愚蠢的警察被蒙蔽了。为了搜集更多证据，那粉丝们创建了一个名叫“营救马瑞娜”的论坛，希望大家能一起搜集到最有用的证据，然后马上报警。于是不管是粉丝还是路人，都当起了网络侦探，不断翻看马瑞娜的视频，查找蛛丝马迹。除了时不时出现的惊恐眼神之外，那画面中出现的任何东西都成了可疑对象。网友们还发现视频中马瑞娜身后出现过一个人脸，鬼鬼祟祟，像是在偷窥。类似可疑的地方实在太多了。为了拯救马瑞娜，他们耗费了太多精力。数千名关注此事的青少年透露，因为太过担心她的安危，所以他们会浑身发抖啊！这一切让他们感到焦虑或恐慌，让他们歇斯底里。粉丝们自发制作影片，邀请更多人转发，引起关注。很多人都曾在这个拯救漩涡中无法自拔。马瑞娜的粉丝数量从60万上涨到了200多万，而且仅约会穿搭这一个视频的观看量就达到了4000多万。也是从这一天开始，他的频道中各项数据全面迎来暴涨，收入也不断创下新高，瞬间成为网络红人。通过这次事件，马瑞娜的视频和她的知名度直接起飞。他又开始一次次的向媒体辟谣，告诉外界他很好。很快，很多人开始感觉到自己受到了欺骗。他在公众眼中从一个受害者变为了一个低俗的炒作者。抵制马瑞娜开始流行，大家指责他为了宣传自己策划被控制的假象，以此吸引更多的粉丝。因为这个炒作手法在当时较为新颖啊，所以上了他的当，纷纷发布动态吐槽自己为什么那么愚蠢。各种负面的评论如海啸一般袭来。对此，马瑞娜和她的家人多次接受采访说，这完全是一场意外，虽然令人难以置信，但绝对不是噱头或是有意策划，因为我们做不到这一切。但风评急转直下的她热度远不及当时，人们也逐渐从这次拯救风波中散去，她也依旧在更新频道里的内容。可就在人们已经逐渐遗忘她的时候，始终坚守的真爱粉发现半年后她又失联了，10几天没有更新自己的动态，也没有回复大家的留言。有人还在网上发出了寻人启事，大家又开始怀疑她是不是真的被人控制了。最后依旧是警方介入，才知道原来她是和男友去了日本旅行。也因为如此，1年前闹得轰轰烈烈的绑架事件再度被提起。趁这个机会呢，马瑞娜录制视频进行说明，说自己那段时间因为很抑郁，所以不在状态。但是没想到大家会理解成是遭遇了绑架。面对这样的解释，网友们不再买账。那现在提起他的名字，很多参与过拯救行动的人都会嗤之以鼻。他的频道依旧在更新，但早已不复当年的热度。那条达到4000万播放的内容，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原因已经被删除。究竟是因为巧合而造成的乌龙，还是因为追逐名利的精心策划？那么真相只有马瑞娜自己才知道了。那是发生在7年前的事情啊！其实用现在的眼光来看，炒作的几率很大。互联网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呢，博主们为了流量都是各显其能，甚至为了达到一夜成名的目的，什么炒作方式都能想得出来。以前说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儿啊，这句话放互联网上也适用，但经不住网友们一茬接一茬，次次都有人上当，当上的不一样。很多时候一腔热血都被人给利用了，所以还是要保持理性去看待事物，关心一下真正需要关心的人。那以上就是本期的所有内容，到最后别忘了点赞支持拉9，谢谢你了，拜拜。